副主长，检测到您是不可多得的人才，已为您绑定炮灰对照组系统。只要您成功走完关键剧情，即可得到一次复活机会。炮灰对照组，那主角是谁啊？你本是相府嫡女，今日是你与侯府世子司徒静成亲的大喜之日，但真千金云青鸾找上门，世子司徒静当众贬妻为妾。从此以后，真千金云青鸾成为所有人团宠，而你作为炮灰对照组，屡屡作妖，受尽折磨，凄惨度日。云青鸾，怎么哪儿都有你？正愁我窝了一肚子火，他自己就送上门来了。这任务我接了。目前场景为关键剧情，宿主需要在婚宴上受尽屈辱，为团宠千金腾出世子妃之位。有意思。我云清凤活了一辈子，还没有遇到过这么憋屈的事情。系统，我问你，是不是只要走完关键剧情，达成结果就行，不用管这的那的？理论上是这样的，但是吧……别废话，开始吧。一拜天地，你们不能拜堂。好戏开场了。你们不能拜堂。好戏开场了。哪里来的疯婆子？离我家小姐远点儿！贱婢，连谁是真正的主子都忘了。红道，你让开！你个冒牌货！敢打我的人，你好大的胆子！姐姐，你未免也太跋扈了。毕竟他只是想为我出头，而且我才是相府的真千金，与侯府有婚约的人。也是我。哎呀，亲家，这是什么意思呀？当初确实是稳婆抱错了孩子，青鸾才是我和老爷的亲生女儿。世子爷，但你和青凤毕竟也从小一起长大，这婚礼已经过半了，不如……既如此，看在伯母的份上，我可以给你留一个应妾的位置。你倒是挺会安排的。世家联姻讲究门当户对，你身份卑微，确实不堪正妻之位。如此甚好，这也算高攀了侯府。都说完了。云清凤，你若再如此无礼，休怪我让你从侯府的丫鬟做起。废话真多，我说过我想和你成欢。废话真多，我说过我想和你成欢。你竟然敢打靖哥哥！别说，打了他忘记打你了。记住，下次别拿你的手指指着我。宿主，你竟然打了男女主！闭嘴！宿主，那你打了他们，以后可不许打我了哟。云清凤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本世子今天不会放过你的！来人！不许伤害我家小姐！云清凤，你敢对本世子动手，今天就要你付出代价！你不是有本事吗？你再嚣张呀！这些人，我拼一拼也能杀出去，但带上红豆就有些难了。速王驾到！看来本王今天来的不是时候。侯府今日倒是热闹。机会来了，做特工最重要的是能随机应变。王爷来的正好，求王爷为小女子评评理。我和世子相识数载，他为了妹妹大婚当日如此欺我，我只不过是反击一下，便罪该万死吗？原来他是因为太在意我，才会失态。我这小眼睛可太妙了，王爷，你会帮我的吧？你想让本王为你做主？来，就不劳王爷费心了。
既然青鸾与青凤都心悦本世子，那不如便效仿娥皇女英，同时嫁给本世子，流传出去也是一段佳话。哦，你的意思呢？两女共侍一夫，还真是长得丑玩的话呢。我儿果真聪慧，两个都娶了，既不会耽误了侯府与相府的婚约，也能全了你与青凤从小的情谊。贤婿如此有心，你就快答应了吧。爹，姐姐已经占了我的身份10几年，我也流落在外受苦了10几年，如今姐姐还要继续抢占我的夫婿吗？我明白，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。虽然不是我指使稳婆抱走孩子，但我愿意为此付出代价。既然你回来了，云家真千金的身份与世子的婚约，我都不会要。青鸾妹妹，今日我便还回你的一切。宿主，接下来的任务还需要在侯府才能完成啊！闭嘴！3，当初云清凤也只是个婴孩，这么多事情怎么能怪到她头上呢？2，这么一比啊，云青鸾果然还是小门小户出身，有些咄咄逼人了。1。好了，青凤啊，你妹妹啊，不过是一时糊涂。这相府的千金大小姐，终究都是你，你和世子的婚事也不会变。宿主，还是你牛啊！这招以退为进太妙了。娘，再纠缠下去，只会有损你的名声。说的好听点是个平妻，再怎么样也不过是个妾，越不过你的。爹娘当真愿意认我？当然。不过青鸾才是我们相府真正的千金大小姐，她只能是正妻，而你只能是平妻。那是自然，只不过世子当真愿意我嫁去侯府，日后不后悔。本世子大丈夫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再说了，你一个小小的女子，我有什么可后悔的？哼！有爹娘和世子的这句话，青凤就放心了。只是希望日后先方侯府时，你们不要后悔才是。只是希望日后先方侯府时，你们不要后悔才是。怎么突然觉得凉飕飕的？好了，该拜堂了。慢着！啊，王爷还有什么吩咐？既然云家假千金是个平妻，那就应该没有拜堂的资格才是。王爷说的是，世子，我们还是快些拜堂，别耽误了吉时才对。想针对我，不过可惜了，不和渣男拜堂正合我意。一切都听王爷和世子爷的。哼，云姑娘，下次拿本王做法子之前，也要考虑清楚是否能承担起这个后果。小肚鸡肠，有什么是本姑娘承担不起的？夫妻对拜。来人，送2位少夫人去洞房内。静儿，你与娘去前厅招呼各位来宾。是。各位请。世子快去快回，我和青鸾妹妹在洞房里等你。就算要洞房，夫君今天也该先来我这才是。放心，夫君最喜欢的肯定是你。哼，你这个小贱人，只要靖哥哥来了我这儿，今晚我就一定会留住他，让你独守空房。系统任务完成了吧？宿主，虽然女主得到了世子妃之位，但是原书剧情是让你受尽屈辱，
可现在受屈辱的好像是女主呀。哎呀，好了，别管那么多，你就说他得没得到世子妃之位吧。得到了。那不就得了？做系统要学会变通，你知道吗？哦，宿主说的有道理啊！恭喜宿主成功完成关键剧情，奖励发放中。爹娘，早知道回来还要和姐姐共侍一夫，我还不如不回这个家。女儿，胡说八道什么呀？姐姐被我们家侯府培养的知书达理，不像我，就是个野丫头，处处比不上她，平白的惹人嘲笑。你是我和你娘的亲生血脉，你爹娘还能让你受委屈不成？你现在只需笼络好世子爷的心，日后回门，我们自然为你扫清障碍。爹娘，女儿就知道你们对我最好了。云清凤，你完了！恭喜宿主成功完成关键剧情，奖励发放中。奖励宿主火灵草一株，需正午时分服用，可改善体质，增强内力。不错，若是有了内力，下次我就可以直接将他们打得满地找牙。两位夫人，请随奴婢入洞房。哎呀，小姐，你怎么还吃得下去的？这都虚实了，贵还不来咱们这儿？若是传出去，你还怎么在侯府立足？呀，放心吧，今晚他没空来的。再说，指望男人靠得住，不如指望母猪能上树。只要咱把银子和票子捏在自己手里，在哪里都可以立足啊。小姐，你说的好像有道理。孺子可教也。赶快回去睡觉，等睡好了，本小姐带你去挣银子和票子。好。夫君还真是龙精虎猛，都快叫人家受不住了。不过，夫君今晚不去姐姐房中，不怕姐姐生气吗？都是你这个小妖精太诱人了，让我要了一次又一次还不够，爷今晚恨不得死在你身上。姐姐，今晚你就准备独守空房到天亮吧。世子爷今天也太勇猛了，叫水都叫了7次了，世子妃声音都哑了呢。就是间隔时间有点短，不过这眼看天都快亮了，他们怎么还不结束啊？夫君啊，人家真的受不住了，他要受伤了。乖乖，你忍一忍，夫君今日控制不住，特别有感觉，一定是你太诱人了。那好吧，夫君千万不要怜惜我。夫君，都怪你昨晚只顾着跟人家快活，让姐姐一人孤枕难眠，现在只怕是还在暗自垂泪呢。他要是和你一样懂事，本世子可以考虑宠幸他一回。夫君啊，那我们叫上姐姐一起去给母亲请安吧。小姐，这可是昨天的洗脚水啊！于清凤，我杀了你！世子爷，我刚睡醒，不知道你在门外。你刚吼太大声了，我都被吓到了。什么？你一晚上都在睡觉？不然呢？就你这样，
一辈子都别想得到本世子的宠幸！哼！青鸾，我们走，去给母亲请安。切，还宠幸？你那宠幸值几个钱？不信呐！小姐，我们等会儿也要给侯夫人请安了，晚点还要回门呢。哦。不错，你骨子里还是流着世家的血，知礼节，懂得孝顺长辈，不像你那个姐姐，血脉卑贱，都日上三竿了，还不知道来给婆母敬茶。婆母莫生气，以免气坏了身子。哼，少夫人，奉茶吧。说我不知礼节是吧？母亲，请用茶。你先跪下等着吧。是。母亲。娘没事吧？你端个茶都能泼到我身上，我看你就是故意残害婆母。侯府怎么会娶了你这种媳妇儿？母亲冤枉啊！我是因为昨天晚上独守空房太过伤心，一夜未睡，脚跟没站稳，才把茶水泼到你身上的。你胡说！我和世子早上还分明听见，你说你安心的睡了一晚上。巧言善辩，善妒无礼，也怨不得静儿昨晚上不宠幸你。其实我是故意忍住伤心才这么说的。世子的宠爱全都在妹妹的身上，听下人说，昨天晚上3更半夜还在觉睡，仔细看，世子的眼圈都是黑的，这可叫我心如刀割啊！哎呀去！哎呀，我看看啊，你还年轻，可不能纵欲呀！哎呀，娘，无碍的，昨夜新婚燕尔，儿子难免放纵了些。世子不宠爱我也就罢了，现在正值春闱，听说世子上次会试就失利了，要是这次再沉醉在温柔乡里面。婆母，夫君博学多才，此次定能高中。我儿纵使天纵之姿，也精力有限，好好的一个世子妃，莫要学了那勾栏做派，引得世子定不下心，损耗精气。和我玩宅斗，你还嫩了点。娘，在我面前还一副狐妹子样的，禁你半个月，不许勾引世子在你院中过夜。好了，娘，今日是回门之日，先不说这些了。行了行了，都下去吧。云清风，别得意，今日回门，我必定让你付出代价。果然还是小门小户养出来的，竟是狐妹子功夫。云家这2个女儿，我没有一个满意的。或许该让大姑娘回侯府小住2天了。不错，那丫头和云清凤自小就不对付，正好好好搓磨搓磨她。恭喜啊，袁夫人！谢谢。嘿呀，岳母，贤婿，今日呀也是你岳丈的生辰，你快去看看他吧，他在等你。宿主，马上就到午时了，此刻火灵草效用最好。娘，我有些困乏，先回闺房小憩片刻，晚些过来找你啊。娘，今日的事情都安排妥当了吗？放心吧，我和你爹呀都已经把他安排妥当了。过了今日午后，他就再无可能威胁到你。宿主，火灵草药力发作需要半个时辰，这期间你会忍受火毒侵袭，若是破功，则会经脉寸断。哎呀，没事儿，半个时辰而已，我熬得住。
主子，你现在寒毒发作，不宜使用内力。你先在相府躲躲，等我引开刺客，再来接你。谁？是你？你会武功？本王真是小瞧你了，一言不合就下杀手，真是毒妇！少说废话，要么死，要么滚！此人身上有寒毒，引出了火灵草的火毒。现在你们必须阴阳调和，否则会爆体而亡。天杀的，你怎么不早说还有这种副作用啊？本系统也没料到会这么巧啊！宿主加油，系统已下线。你对本王做了什么？为什么本王寒毒发作，却觉得有些热？长得比明星还瘦，算了，这波我不亏。我给你下药，要想活命，就老实一点。屠夫，放开本王！你要干什么？干你！住手！本王绝不给世子戴绿帽子。现在还轮不到你做主。本王留给未来王妃的清白没了。说的好像谁不是第一次似的。你一个大男人哭哭啼啼的像什么样子？真扫兴。哼！本王杀了你！青凤啊，你起身了没有？夫人，二小姐，小姐还在休息。我刚才已经听到里面有动静了，想必青凤已经起来了。快躲起来！夫人，小姐还在休息呢。夫人慢点。小姐怎么那么粗心啊？小白脸的鞋都还在这儿呢。小姐，你身体要是还不舒服的话，再多休息一会儿吧。完了，本王的一世英名，难不成要毁在此处？
母亲，我好像得了风寒，要不你们先出去吧，以免病气传染了你们。你这丫头越来越不懂规矩了，这小姐生病也不知道好好给找个大夫瞧瞧。这下应该没事了吧？你怎么睡得这么靠里？这样子比较有安全感。快憋死了！那用不用为娘给你请个大夫来看看？那也不用，我现在感觉好多了。姐姐若是无碍，不如快些起来。爹爹好像找你有事呢。知道了，娘，你先带妹妹出去吧，容我换身衣裳就过去。无耻！下作，本王怎么会栽在你这个女人手上？还不走？是等着看我更衣是吗？你等着，本王迟早会回来找你算账的。看着风流，但其实那里挺纯情的，有意思。清凤，你出来的正好，为父正好有事，准备找你商量呢。那我们去书房好好聊聊。爹爹果然还是更疼姐姐啊，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了。娘，你随我来。这老登突然找我，怎么感觉没安好心啊？叮咚，宿主，恭喜你猜对了，目前场景为关键剧情2。照这个进度，回到现代小叶子嘛。宿主，目前场景为关键剧情2。宿主在回门宴上当众通奸，丢尽云家脸面，名声尽毁。这么快就忍不住下手了？这次的剧情想完成牺牲也太大了，要不然本系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只要你被撞破奸情，就算你完成任务，如何？别呀，那多没意思呀！我已经想好怎么完成任务了。清凤啊，为父此次叫你来谈话，你可知所谓何事啊？女儿不知。昨日你妹妹认亲之事，让你心生芥蒂，但为父想告诉你，你和青鸾在我的心中是一样的重要。日后啊，你们姐妹俩要相互帮扶，才能在侯府站稳脚跟呐，明白吗？女儿明白，女儿日后还需要依靠丞相府，多谢爹爹不计前嫌。看来清凤性子还是一样好拿捏，夫人真是多虑了。你能这样想最好了。这是今年新出的雨前龙井，爹爹知道你啊最爱喝了，来快来尝尝。爹啊，还是爹爹记得我的喜好。这个茶真好喝，爹爹你也尝尝。好。好了，喝完了茶呀，你去后院找其他的女眷，路过西院，给管家传个话，让他来找我。哎，清凤，清凤，怎么突然这么晕？各位夫人，我已经让管家将各色牡丹都搬到了西院。今日就此机会，不妨大家共同鉴赏一下，看看哪株牡丹更称得上是国色。摇皇位子各有风姿，这丞相府的牡丹呀，想必更加惊艳。那边是什么声音啊？别跑啊，小美人！这哟，有好戏看了。
也不知是哪家的小荡妇，这么耐不住寂寞哈？是何人敢在我丞相府白日炫饮？听声音，好像是相府的马夫。马夫？而且，姐姐刚刚好像也往西院去了。该不会是……什么？云清凤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当众通奸！本世子今日杀了他！哎呀，夫君，你别动怒，兴许是青鸾看错了也不一定呢。姐姐她肯定不会背叛你的。贤婿，若是今日这个逆女做了对不住你的事情，我们云家一定会给你个交代的。别拦住我！今日本世子要弄死他！夫君，这里面的肯定不是姐姐，我这就打开门，让大家都看看，为姐姐证明清白。云清凤，这回看你怎么办！呀，这么热闹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来！云清凤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不在这儿，那我应该在哪？那这里面的是谁？爹。还是爹爹记得我的喜好。这个茶真好喝，爹爹你也尝尝。好。哎，九凤，想算计姑奶奶，下辈子都没这个机会。想不到堂堂丞相竟然和低贱的马夫玩得这么花！老爷，你怎么在里面呀？奸夫，你还不把本相派人把他拉走！快！老爷，爹，若不是你非要把门打开啊，爹也不会在众人面前颜面尽失。你胡说，分明是你害的爹！逆女，你给我闭嘴！爹，你别动怒啊！你鞋裤上都渗血了。走！老爷，这些年真是苦了你了，这种丑事闹出来，竟还不合理。可是我们老爷平日他没有龙阳之好的呀。不用说了，我们都懂。不是，哎呀，老爷，爹，老爷，起来呀，爹！王爷，这女人越漂亮越有毒啊！你说云家大小姐要知道我们全程目睹了她将云丞相丢进马夫房间，该不会也对我们动手吧？那倒不会。哦，他这个人虽然行事偏激，但毕竟事出有因，说不定是云家人先算计他呢。王爷，您上次还说此女心机颇深呢，怎么就帮她说话了？该不会是看上她了吧？闭嘴！本王怎么会看上这种恶妇？好吧，那换个话题。您这次这个寒毒是用什么灵丹妙药解决的？要不咱们下次也试试。滚！宿主，不愧是你，恶童降世，竟然将云丞相打晕了，送到了马夫床上。哎呀，我只不过是把他们想对我做的事儿还给他们了。再说了，那茶水里的药，不正是老家伙亲手放的？你真是我见过最牛的宿主了。放心，我懂的。这次是云丞相在回门宴上当众通奸，丢尽云家脸面，和云清凤也就差2个字，四舍五入呢。恭喜宿主又完成任务了，不错，真上当。谁？是本王。我的丫鬟是无辜的，你别对她动手。
本王在你心里就这么坏？不是你自己说要和我算账的吗？唉，算账归算账，但本王睡了你，还是要负责。明日我会去和圣上请旨，让你们和离，再迎娶你成为肃王妃。不是，你觉得我凭什么要答应你？难不成你要让本王当你见不得光的地下情人？哎，这个主意不错。司徒既能恶心我，那我为什么就不能找个面手玩玩？你侮辱本王是面首。不愿意啊？不愿意，那我就找别人去。慢着，我就知道。怎么说？本王答应了，但你别误会，我是怕你出去祸害别人。真乖。啊！完蛋了！你家小姐玩我家王爷跟玩狗似的。小姐威武，吾辈楷模。以后我要把小姐当成我的人生目标。哎呀！怎么了，老爷？哎呀！老夫一世清白，想不到竟被这个逆女算计，万年失节呀！早知道他如此大逆不道，想当初就应该把他给打死。爹，你别动怒，我回来了，以后姐姐她再也没办法惹你生气了。还不都是因为你回来，惹了她这个逆女，才会让她变得离经叛道。爹，老爷，你打青鸾做什么呀？你变成这样，又不是青鸾害你的，还不全是为了给她出气？结果坏了老夫的名声，毁了相府的名声啊！爹，他云清风再恶毒，也不过只是一个嫔妾。你放心，等女儿回侯府，一定把这个仇给你报回来。再等会儿。我和娘等了一早上，可算回来了。阿姐，你怎么来了？怎么，阿姐来不欢迎？那我可走了。哎，哪里的话，侯府就是阿姐的家，阿姐想住多久住多久。弟妹，阿姐第一次见，也不知送你什么，这镯子你拿着。谢谢阿姐。早就听闻侯府大小姐才貌双全，宽厚仁爱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呢。不愧是我弟妹，果然讨人喜欢。走，和阿姐去库房，再挑2样好东西。王道，我们走。慢着，云清风，你现在不过是我弟弟的一个妾室，看见我为何不行礼？哦，这样啊，我还以为你眼神不好使，看不见我，这才准备离开的。云清凤，嫣儿是你的大姑姐，这是你跟她说话的态度吗？云清风，你不会以为你还能和从前一样跟我摆谱吧？今时不同往日，你现在既嫁进侯府，就要守我侯府的规矩，对我们侯府感恩戴德。嫣儿说的对，无规矩不成方圆。新妇进府就该好好立立规矩。夫人，大姑娘果然厉害，3言2语就给云清凤下了个大大的马威。那你们想让我守什么规矩啊？念在你新进门，就小惩大戒，在门外跪1个时辰即可。阿姐从小与我感情深厚，她让你干什么，你就好好受着。
阿姐，还是你心善。怎么还不去？没听到阿姐说的吗？知道了。喜欢跪是吧？喜欢跪，那你就好好跪着。静儿，你快阻止他！正好试试火灵草的药性。贱人，你怎么敢！儿啊，你没事吧？你哪来的内力？你以前分明没有武功的。人总是会变的，譬如世子爷以前从来都不是这种嚣张无礼的态度。我错了，你放过我，我再也不敢给你立规矩了。爷呀，我倒挺喜欢这个规矩的。这样吧，就按照你的规矩，在门外跪满1个时辰，我就放过你，如何？不可能！那我岂不是在侯府丢尽了脸面？红豆，不跪，那你这只手也别想要。你敢伤我阿姐1根汗毛，我让你死无葬身之地！你看是你的剑快，还是他的手掌断得快？清风，是娘错了，娘对不住你，娘以后再也不为难你了。你先放了嫣儿好不好？今时不同往日，既然我嫁进了侯府，你们就要守我的规矩，无规矩不成方圆。这艾莎木你交代。姐姐，自古出嫁女都以夫为天，你怎么能这么倒反天罡呢？姐姐，你听我的，赶紧把阿姐放了，我一定劝夫君和婆母轻点罚你。少说废话，别怪我也给你立规矩。我跪行了吧？去吧。阿弟，快杀了他！他刚才的内力比我还深厚，要是真打起来，我不一定能赢。就知道你们不见棺材不落泪。也好，今日我便在侯府好好立立威。阿姐，事情是你惹出来的，你知道不见，不要把事情闹大了。你就推我出去与他讲和。阿姐，你在侯府受的委屈没人知道，但若事情闹大了，传出去，影响我在朝堂的名声，就得不偿失了。况且这贱人不知道从哪儿得了一身武功，真打下去，我说不定会落了下风。是啊，嫣儿，你弟弟说的对。今日若是你跪了，你放心，母亲绝对不会让侯府传出一丁点风声啊！早知你们如此自私，我就不该回侯府替你们撑腰。哎，还打不打了？不打了，不打了。我刚才已经教训过嫣儿了，她现在就跪。怎么回事啊？这是！快跪呀！阿姐，哎，真是没想到啊！堂堂侯府大小姐，回个娘家还要当众下跪，都杵在这干什么？赶紧走！哎，走。阿姐，你放心，
今日之事，我一定不会让人传出去的。你看，这就是你在乎的家人。你猜，在他们心里，究竟谁更重要？来，委屈你了，嫣儿，娘不必多说，以后我不会再来侯府。嫣儿，阿姐，早知道这个云清风这么跋扈，当初我就不应该同意你娶她进门。这下好了，生生让你姐姐与我离了心。大婚当日也看不出来云清风是这样的秉性啊，这也怪不了夫君啊。青儿，你实话实说，他的武功真的那么高，连你都需要避其锋芒吗？娘，难道你就相信我会放任那个毒妇去侮辱阿姐不成吗？放心，娶了这种恶妇，我比谁都膈应。明天我就进宫面圣，休了这毒妇。将军，你最近似乎格外的焦躁不安，最近下棋，这棋路都横冲直撞的，怎么有心事？难不成你要让本王当你见不得光的地下情人？不愿意啊？不愿意，那我找别人了。皇兄，你会为了一个离经叛道的女子而做见不得人的情夫吗？老七，你要为一个女子当情夫？不是本王，是本王的一个好友。陛下，武安侯府世子爷求见。这么晚他来干什么？正和苏王相谈正欢，没空见他。世子进宫是请陛下做主，请旨休妻。奴才这便去打发了他。慢着。世子成婚当日，本王还曾观过礼。没曾想，仅仅1月，他就要休了云清凤。啊！既然素王感兴趣，那就宣吧。是。七弟呀，这武安侯世子当日连娶2房妻子，闹得沸沸扬扬，朕在宫中都有所耳闻。你怎么知道他今日来休的是云清凤啊？当日那女子表面很乖巧，实则颇有心机，她还拿本王当法子，所以本王才对她印象深刻。如此说来，她确实是个离经叛道的女子。陛下，武安侯府世子爷到了。陛下，臣有眼无珠，娶了个恶妇进门，求陛下为臣做主啊！哦，那他是如何恶毒的？你细细说来。他入门不过3日，就不敬婆母，不事姑舅。敬茶的时候，泼了我娘一脸茶水，还逼着我阿姐当众下跪。此等恶妇，闻所未闻，求陛下降罪于他。陛下，臣妇实在是委屈呀。这倒像是他能干出来的事。七弟，你觉得呢？既然要问罪的话，那就不能听信一面之词。皇兄还是把他们叫进宫问问吧。将这几个人叫来，当场对质。
是。云氏，世子所说供词，你可承认？我说昨天怎么静悄悄的，原来在这儿等着我呢。不过我可不会这么容易让你们如愿。世子爷，你若是厌恶我，你尽管可以说出来，何必在陛下面前污蔑我？臣女手无缚鸡之力，这才刚嫁进侯府，哪来的本事在侯府横行霸道？朕觉得也是啊。司徒进，云氏当众欺负你阿姐，你不曾阻拦。臣，莫非我要在陛下面前承认我打不过她一个闺阁女子？啊，陛下，我儿绝对没有说谎，是这个毒妇不知道从哪里学了一套功夫，我儿是投鼠忌器，这才没有阻止得了她。哦，既然你们都各执一词，七弟，你去看看，看看这云氏究竟会不会武功。朕倒要看看，究竟是谁在说谎。把手伸出来。帮我。你也有今天。七弟，你内力深厚，又是大雍第一战神王爷，可曾查看出云氏的底细啊？他确实有内力。哦，陛下，臣果真没有骗你。难道要翻车了？不过，这内力根基尚浅，应该是初学武功不久。世子是说你连他都打不过？臣服一点三脚猫功夫，怎么能比得上满身军功的世子爷呢？你装什么装？你的意思是，四王在蒙骗朕？微臣不敢。陛下，小女昨日也受到这个毒妇的迫害，只要将小女带上来，这个毒妇的真面目就一定会暴露。侯府大姑娘司徒嫣到。嫣儿，参见陛下。免礼。朕问你，昨日云氏是否逼你当众下跪？大姑姐乃是尚书府的当家主母，我怎么能做出那么侮辱她的事情？嫣儿，你快说呀！你实话实说，陛下一定会为你做主的。是阿姐，你快说吧，我和娘都在这儿。有你们在。陛下，袁清凤从未当众逼臣妇下跪。什么？袁清凤，你完了！什么？阿姐，你为何要帮着毒妇隐瞒她欺辱你的事啊？弟妹没做过的事，我为什么要诬陷她？连大姑姐都帮我作证，世子爷，你就赶快终止这场闹剧吧。你明明够了，以后这种小事不要闹到朕面前。来人，摆驾金銮殿。臣遵旨。阿姐，我今天好不容易豁出去，状告这个毒妇替你报仇，你怎么能在陛下面前否认呢？是啊，你阿弟一心是为了你好，你怎么能在关键的时刻靠不住呢？哼，你们究竟是为了我好，还是为了让阿弟摆脱云清凤？这不就是一回事吗？阿姐，你为何生气啊？若是真为了我，你们想过没？我若承认此事，传出去，在尚书府，在京中，女眷该如何立足？
我算是看透了，我在这侯府根本无足轻重，你们自然也不用在意我的名声。从此以后，我再也不会巴巴的来这侯府当活靶子了。哎呀，不是的，嫣儿，你听娘跟你说，都是你挑拨我与阿姐之间的关系，本世子饶不了你，你给我等着！哼！你给本世子等着！行事胆大包天，却又能算尽人心，全身而退。云清凤，本王还真是小瞧你了。王爷小瞧我的地方还多着呢，难道王爷就不想亲自体验下？妖女，还真是叫人伤心啊！既然王爷觉得我是妖女，那我还是离你远点好了。你属狗的吗？想逃？晚了，本王已经被你这个妖女迷惑了。今晚3更，本王在侯府隔壁院子等着你，你可莫要失了约。你把侯府隔壁的院子买下来了？怎么不想承认本王的身份，还怕本王被你的夫君发现？怎么会？我只是觉得有些刺激罢了。好啦，我真要回去了，再晚一点他们要起疑心了。刺激，更刺激的还在后面呢。云清凤这个贱人，居然这么会演戏！夫君，那你可要好好教训教训他。贱人，害我和阿姐离间，在陛下面前颜面无存，你还敢回来？司徒剑，我看你是真的找死！夫君，别动怒，姐姐她不识抬举，妾身却会凡事以夫君为重的。还是你乖。宿主，目前场景为关键剧情3，宿主需要与原女主云清鸾争锋之醋，理解2人感情，反向促使，情比金坚。想到总是打打杀杀，多没意思，也该换个玩法。夫君说的对，之前是我太过分了，今日我从皇宫出来就想明白了，日后我一定以夫君为重，为夫君分忧。这，你说的可是真的？你不会是假冒的吧？夫君，你当真这么想啊？这云清风又在搞什么名堂？为了讨夫君欢心，我特意 solo 来了这4位妹妹。琴棋书画，还不快给世子和世子妃请安？妾身见过世子爷。夫君，本世子怎么会看得上这些庸脂俗粉？只有世子妃才能占据本世子的全部心神呢。真是说的比唱的好听。我们姐妹4人哪敢和世子妃争宠？世子只要偶尔想起我们，提醒我们，便是我们姐妹几人天大的福气。云清凤，你从哪找来的4个狐妹子替你争宠？你就死心吧，世子爷是不会让他们在府上的。我们姐妹4人孤苦无依，如果被赶出侯府，只怕会消消玉殒。是啊，世子爷，世子爷，求求你可怜可怜我们吧，我们保证会安分守己，以世子爷为天。是啊，世子爷，您就收留我们吧。我们姐妹4人一直仰慕世子，不信您摸摸，从见到世子，花儿的心跳都快了几分。求世子给我们一个仰慕您的机会。青鸾，
你看他们4个也怪可怜的，不如就先留下他们，给他们找个好的归宿，可好呀？夫君，这是姐姐特意找来理解我们的感情呢，你难道看不出吗？我哪里故意啊？为夫君广纳美人，开枝散叶，不正是我贤良淑德的表现？难道是妹妹善妒？见不得夫君身边有其他的软玉温香。青鸾，你放心，本世子心中只有你一个，我不过是可怜可怜他们罢了啊！终究是我错付了。青鸾，青鸾，世子爷，哎呀，哎呦啊，乖，色主，我怎么感觉这次的任务完成进度比之前还要快啊？谁说争风吃醋就一定要本人上啊？琴棋书画不行，我还有梅兰竹菊呢。我就不信没有一款拿不下司徒镜。高，实在是高啊！我就不打扰世子爷和4位妹妹了。真乖，哎，好。世子妃请留步，多谢世子妃给我们姐妹一个容身之所，我们4人感激不尽。真乖，能不能待在侯府，就要看你们的造化了。主子放心，我们一定好好缠住世子爷，让他没空烦您。孺子可教也。你们几个只管把本世子伺候好了啊！小姐当真是肤如凝脂，同为女子，我也忍不住心动呢。就你嘴贫。好了，你出去吧，我沐浴完叫你。总感觉忘了点什么。云大小姐贵人多忘事，自然不记得与本王的约定，本王只好自己。你臭流氓！你怎么在沐浴？我没怪你擅闯进来，你还都怪起我来了？怎么，我在我自己的闺房里面沐浴，还需要提前通知你一声？莫非是上次那个小白脸又来了？不行，我得替小姐守好房门才行。云清凤呢？我有事找她。不好，小白脸还在小姐闺房呢。世子爷，我家小姐已经休息了，你还是明日再来吧。这里面明明还亮着烛火呢，你当我傻呢？世子爷，起开！这么怕我进来，莫非云清凤又在闹什么幺蛾子？你在沐浴？是的，还请留步。我是你夫君，有什么看不得的？呀，你的正版夫君来了。别闹！不知世子这么晚来我小院，所谓何事啊？也没什么，只是过来告诉你，若是你能够日后都像今天这样贤良淑德，我也可以考虑跟青鸾商量，宠幸你一次，给你留个孩子傍身。他哪来的那么大的脸啊？这世子的态度这么差，你也忍得了？本世子好像听到什么声音。本世子好像听到什么声音。哪有什么声音？估计是世子您听错了。世子可探查完了，探查完的话，我就先去休息了。其实本世子对你还是有感情的，只要你乖一点的话。你别拦着我，世子是不是在里面？夫君，你不是说过只爱青鸾一人吗？这才成婚几日，你不要对姐姐动心啊！不，怎么会啊？本世子今日只是来找他问点事情，现在事情问完了，本世子就要走了。那就好，
正好我妻子给夫君炖了药膳，夫君快去尝尝。有我在，别想勾搭世子爷。你属狗的猫咬人那么疼？你要是再让本王看到你和司徒剑当着本王的面调情，本王还咬。我手劲这么大呀！先不管了，红豆，你给我拿点膏药进来。好嘞，小姐。小姐，你和小白脸玩这么花呀？不是你想的那样。哎，算了，我都懂。不过下次你们还是要注意一点，这2次你们没被吓到，我被吓得不轻呢。说来也巧，要不是关键时刻云青鸾突然出现，把司徒静给带走了，那可就惨了。这可都是奴婢我的功劳。世子爷一来，我立马让小姐妹把这个消息告诉了2小姐。还得是你呀，靠谱，太靠谱了。也差不多了，你先去休息吧。西头，你是不是忘了什么事儿啊？放心啦，宿主，第2次任务的奖励我是不会忘记的。本系统前几天是在给时空局领导发邮件申请破格奖励，今天奖励正好下来了。什么奖励啊？当当当，礼包已发放，请宿主自行查看。恭喜宿主获得空间手镯1枚。原来这就是小说里的空间手镯啊！我还以为这种神器的穿越自带才行，没想到我也有。那当然，你也不看看你绑定的系统是谁？果然，我的筒子宝简直就是全世界最好、最大方、最通情达理的系统，能和你绑定，简直是我的3生有幸。好了，目前空间手镯只有储物功能，后续若是想要升级，就需要继续做任务啊。这么说，这个空间手镯还有很大的成长性。那当然啦，不然怎么称得上神器呢？为了升级神器，宿主接下来的任务也要努力啊。我家小姐果然是全京都最美的女子。就你嘴贫。哎，红的，你来，你帮我去准备些。升。不囤点物资，都对不起这个空间手镯。你光天化日来侯府干什么？就不怕被司徒静发现啊？本王就这么见不得人？云清凤，你在干什么？怎么能对王爷如此无礼？我还以为你养本王当外室的事情被世子发现了。外室，那天是你闯进来的，可不是我求着你留下的。王爷，贱内不识礼数，还望请您千万不要计较啊。本王倒是觉得他性情率真，倒是世子急躁了些。是我唐突了。对了，王爷，
您不是要来参观我们侯府吗？不如将剑内陪你好好走走。好端端的，王爷来侯府参观做什么？无他，本王买下了侯府隔壁的宅子，以后和夫人就是邻居了，还望夫人多多照顾才是。那是自然。云清凤，以后王爷再来我们侯府，你一定要用心安排，好好照顾，听到没有？好了，世子快去忙些公务吧，接下来这段路让尊夫人陪我就是。招待不周，还望王爷多多海涵呐。你又在闹什么幺蛾子啊？刚刚世子还让夫人好好照顾本王，夫人就是这么照顾的。照顾？那我下一步是不是要照顾到你床上去？还有这种好事？我呸！你自己玩去吧你。夫人的照顾，本王很是受用。臭流氓！本王不跟你闹了，等晚些时候再来看你。谁让你来啊？小姐，侯夫人说今天是侯爷在战场上牺牲的日子，让我们全家去普陀寺礼佛。什么情况？不好了，小姐，我们好像遇上地洞了。地洞？对。所有人，保护老夫人和世子妃，快！小姐小心！这怎么回事呀？刚刚地洞了。地洞！娘，你还好吧？没事，你呢？没事。青鸾，世子真是太过分了，不光刚刚不管你，现在连马夫都放走了。没事，反正我们也不指望他帮忙。世子，不好了！北直区看过了，上山的路和下山的路都被地洞摧毁了。什么？那我们岂不是要被困在这里了？是啊，困在这里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不知道要被困几天。是啊，这还有1个时辰就要天黑了，如果我们都被困在这里，没有吃食可怎么办呀？所有人，把你们一切的粮食和水都给我交出来！世子这是不要我们活了，兄弟们，都走！给我拿过来！哼，一群贱奴，竟敢背主！来，这些吃食应该够我们吃上2天的了。可是，如果再加上姐姐还有她的丫鬟，哎呀，你管他干什么？他要吃，不会自己去摘些野果充饥吗？哼，
别怪本世子不留情面。你们留在这里可以寻求我的庇护，但若敢抢夺吃食和水，别怪本世子剑下无情。你们不要太过分了。世子的意思是，要是我们找到了吃食，也不用分给你们，对吧？哼，本世子看得上你那三瓜两枣。你说这荒郊野岭的，你能找到什么好东西呀？我就算是饿死，也不会吃你那些来历不明之物。行，姑奶奶等会儿不馋得你口水直流，我名字就倒过来写。走，我们去找找这附近有哪些吃食。来，静儿，你的啊，谢谢娘。现在呀，还不知道要在这里困多久，这些东西我们只能省着点吃。呸！谁的干粮这么难吃啊？哎，母亲，叫什么叫？不就掉地上了吗？这个饼呀还大一些，别说我不疼你。我还不饿，先放着吧。嘿，你还挑三拣四上了？现在这个时候有的吃就不错了。他云清凤想吃，我还不给他吃呢。哼。静儿，你们哪来的野鸡？打的呗，难不成还是上天的馈赠啊？小心呐！庆儿，娘也想吃。夫君，好像走了狗屎运罢了。青凤呀，你现在有了吃食，那是不是应该奉献给夫君和婆母呢？啊？我可不敢给你们吃这些来历不明的东西，你们就饿着吧。你好吃吗？哦，这个是我出门之前带的，你也尝尝。小姐，你一个奴婢哪配是这么好的东西？今天有世子爷在，你们不给也必须得给。青鸾，哎呀，上不了台面的东西。青鸾，你没事吧？我的人由不得你说配不配，下次再这样，我是不会轻易放过你的。小姐好帅。青鸾，你放心，云清凤能打倒野鸡，本世子也一定可以。哼！静儿，打个大的啊！你们等着，我去就回。呸！地洞之后哪来的野鸡？你有没有空间？能找到吃食，算你厉害。这是武安侯府的女眷。为了避免被刺客找到，这还是先不暴露身份了。啊，各位夫人，我与护卫走散了，可否给我些吃食？日后我定涌泉相报。走走走，
哪来的乞丐呀？我们没有吃的给你，赶紧走。目前场景为关键剧情4：地洞来袭。侯府众人与皇帝一同被困，宿主需要对皇帝恶语相向，突出女主云青鸾善良心软，让皇帝将其视为恩人。原来是云青鸾的靠山来了，不过可惜，这个靠山我要了。这玉佩成色不错，此人肯定非富即贵。反正世子爷已经去打猎了，不如顺手救了他，说不定还能有意外之喜。我这儿呢还有块饼，你拿着先垫垫肚子。多谢多谢。奶奶，这个饼不是刚刚掉到地上了，你自己都嫌弃的不吃吗？其实也没那么脏，拍一拍也能吃。那妹妹刚刚为什么还要抢我的鸡腿吃啊？云清凤，你妹妹管的也太多了，有本事你来接济她呀！哼，就是。反正这些东西我都吃不下了。爱要不要吧？看把他给显摆的。此女表面善良，其实自己都不吃的饼子给我，而她看似恶劣，实则嘴硬心软。我那不争气的七弟似乎也对她不一般呢。多谢姑娘，日后秦某定当重重答谢姑娘。快跑！不好，有狼群！该死的司徒姬，这下麻烦了。进来，红豆，跟进我。红豆，娘，杏儿怎么了？娘，青鸾，我们快走，有云清凤替我们挡着，狼群追不上我们，快走！快走，快走！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走？带着这个废物干什么？夫君，这个人看着有些本事，要是等狼群追上来，咱们还能把他给推出去。红豆，小姐，你快走吧，别管我了，我受伤了，这群狼不会放过我的。你说什么傻话呢？我把你带出来的，当然要把你平安的带回去。臭乞丐，本世子愿意救你是你的福气，到底走还是不走？哼，恐怕你不是想救我，而是想带我当垫脚石吧？哼，不识抬举的东西！青鸾，咱们走。哼，云姑娘，别怕，我来帮你。就你那三脚猫功夫能帮到我什么？乖乖站我身后去。七弟看上的女子，果然是心地善良啊。哼，不跟本世子走，却相信一个女人，我怕你到时候怎么死都不知道。去受法、知识法、雪豹。哎呦，好言难劝该死的鬼！夫君啊，我们就好好看看他们是怎么葬身狼腹的。哼，走。哼，云清凤，你要是求救我，本世子倒是愿意救救你。用止血粉把血止住，不要让血腥味透出来。你到底给狼群扔了什么？想知道啊？那我给你。贱人！你敢用血浆耍我，我杀了你！
这叫一报还一报。世子爷，你还是先应付好狼群吧。不要过来，滚开！滚开！我的人，你休想动！云姑娘，你果然是好人。我只是想救红豆，至于你的死活，我根本就不在乎。放心吧，云姑娘，我都懂。宿主，他究竟懂什么了呀？别管他懂什么，反正我是恶语相向就对了。滚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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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给我滚开！哎，胖子，我记得任务3让我离间司徒静和云青鸾，似乎还没有完成。没错的，宿主。现在似乎就是个好机会。父亲救我！我能救你们。清风，我就知道你心里还是有我的。你放心，等安全之后，我一定把你扶上正妃之位。夫君，你别自作多情了，你的正妃之位我根本就不稀罕。你们两个平时不都是说情比金坚吗？今天我只能救你们两个其中的一个，给你们3息时间，考虑好让我救谁。郝青鸾，你平时不是说最爱我了吗？现在证明你心意的时候到了。他连一丝犹豫都没有，就选择了要我去死。我拼命讨好，换来的竟是抛弃。夫君，我真的是爱你不假，但是我也想活。姐姐，我知道错了，你教教我吧。我以后再也不跟你抢了，我以后再也不跟你争你的东西了。贱人，原来你平时说的可以为我去死，都是骗我的。那又如何？你还不是一样的贱！看来你们也没我想象的那么情比金坚。我杀了你！司徒静，原来你只爱你自己。清风，他既然已经死了，现在只要救我就可以了。3息时间已经过了，你们两个我谁都不救。贱人，你耍我！耍你怎么了？你能拿我怎么办？你，红豆，我们走。有情有义，有恩怨分明，真是一个有个性的奇女子啊！怎么样，任务完成了吗？宿主啊，你这个任务完成的也太精彩了！本系统只是让你离间男女主，促进他们之间的感情，没想到你直接给人离间成怨偶了。这可不关我的事儿啊，是他们自己的感情经受不住考验。放心吧，我懂的。本系统这就去申请任务3的奖励。走。别这样，还有外人在呢。本王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。老七呀，老七，你可真是好样的，果然是有了媳妇儿，
忘了你皇兄啊？皇兄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还听得出朕的声音啊？朕还以为你的耳朵也聋了呢。皇兄，你就别拿我开玩笑了。原来是陛下，参见陛下。哎，云姑娘不必跪了，快快请起。七弟啊，地动之后客有灾情，百姓所受影响如何呀？朕已派人去安抚百姓。地动后的山路，朕已派人连夜在修。啊，七弟，朕记得你在附近有个温泉庄子，今夜朕先在那休整一番，明日回宫。至于云氏，回宫后，朕要好好的封赏你。谢谢陛下。哎，今晚收经了，要不你和陛下一起去我那儿休息休息。云姑娘，前方便是温泉汤池。我知道了，我自己去就行了，你先下去吧。夜色寒凉，姑娘，何不与我温泉共浴？这样的招数，我很喜欢。儿啊，今晚多亏了你用那个云青鸾吸引了狼群，否则我们母子俩还不一定能活着回来。哼，都怪云清凤那个贱人，若不是她，我怎么可能舍得牺牲青鸾？在山中他见死不救，等他回了京城，娘一定叫他死无葬身之地。娘，你想怎么做？今夜那贱人必定是回不来了。等天一亮，你就上书一封，斥责云清凤不守妇道，夜不归宿，不顺婆母，见死不救。再以我们武安侯府的军功为由，请旨休妻，杖杀那贱妇。娘，这一计妙啊！哼，可若他今夜回来了，我们该如何应对啊？没有我的允许，谁敢放他进来？儿子懂了。等明儿圣旨一下，他还敢回来，就死定了。世子和老夫人吩咐了，闲杂人等不许进入侯府。小姐，老夫人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她说不让进就不让进。红豆，你让开。你们确定不让我进去？世子爷好像都打不过这位平齐云夫人，咱们还是别自寻死路了吧。走。啊，我们打不过你，难道还挡不住你吗？小姐，他们至于吗？哟，哎，云夫人竟被自己夫君拦在府外了，需要本王帮忙吗？好啊，那就借王爷的人手一用。今日我便掀翻了这侯府。
王爷，这是本王的侍卫，任你差遣。来，你们这样。云姑娘，你还真是惊世骇俗。云姑娘，东西都准备好了。1、2、3，给我抓！什么情况？啊！不好，夫人应该是在差人撞门。继续撞，撞开了我重重有赏。那还等什么？赶紧跑呀！周某回府，还不跪迎？快！混世魔王来了，大家还不快跪下！快！林清凤，你好大的胆子！侯府什么时候轮到你说了算？你们不给我开门，我当然要自己想办法了。哼，还跪迎？本世子今日便要休妻。你若乖乖跪下来认错，我倒可以考虑让你死得轻松点。休妻？这话世子可说过不止一次了，只不过你休得掉吗？你这贱妇休要猖狂！我已将你做的恶事禀明圣上，等圣旨一下，就算你再巧舌如簧也没用了。好，那在圣旨来之前，我们先好好算算你昨晚弄伤红豆的账。你要干什么？给我砸！上！你们干什么？我的花瓶，你，庆儿，你快阻止他！林清凤，你给我住手！怎么，世子爷也想挨起棍子？来人，给我把这个泼妇赶出去！世子爷，我们打不过呀。云清凤你们打不过，这几个废物你打不过吗？还要本世子亲自吩咐吗？世子爷，小的刚才打过了，还是打不过呀。废物！皇上驾到！云清凤，别嚣张，皇上替我们侯府做主了。皇上驾到！恭迎陛下，恭迎父王。平身吧。谢陛下。你们侯府近日可真热闹啊！陛下，求陛下为臣做主。哦，你想让朕怎么给你做主？臣今早已经上书了，云氏作风淫乱，无视公婆，蛮横无理，实在不堪为妻。陛下，这个荡妇昨夜一夜未归，今早去换了身衣裳，不是偷人又是什么？那你侯府想如何呀？哼，云清凤，你完了！臣请陛下亲自替臣休妻，并且下令杖你这个淫妇。陛下，我儿说的都是真的。您看，他身后这些人就是奸夫的手下。巧了，本王就是那个奸夫。王爷，手下们幸不辱命，完成了云姑娘的要求。哎呀，您看我这张嘴，素王怎么会看上他呢？王爷，您别开玩笑了，本世子今日一定要休了这淫妇，让她付出代价。求陛下为臣做主，求陛下为我儿做主。要休，也是云姑娘休了你。什么？朕的救命恩人，什么时候轮到你一个小小的武安侯世子来休妻了？啊？什么？陛下，您是在说笑吧？放肆！陛下金口玉言，岂容你等质疑？臣妇不敢。说起来，朕昨日与世子还有一面之缘呢。之后，云姑娘便和朕去了素王的别院，我与护卫走散了。你是昨晚的乞丐？陛下昨夜受刺客袭击，你竟敢侮辱陛下！臣口无遮拦，请陛下恕罪。哼，言语有失。掌国30，小惩大戒。是。陛下，陛下，陛下！哎呀，陛下，求陛下开恩呐！陛下饶了我儿吧！陛下，不知者无罪呀！不知者无罪。那你们诬陷朕的救命恩人，又该当何罪？
其实臣与清风感情甚笃，只是误会了。是，你说你这孩子，你早解释清楚不就行了吗？哎呀，清凤啊，你快跟陛下解释解释，快！你们侯府还真是把我当傻子。陛下，侯府简直欺人太甚，臣妇云清凤今日斗胆，请旨休夫。荒谬！自古只有男子休妻，何来女子休夫？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！那自古以来也没有像世子这样无耻之人。云氏，你的请求朕允了。德福传朕口谕：武安侯世子薄情寡义，气量狭隘，诬陷发妻。今朕特允云氏休夫，以儆效尤。陛下口谕，还不跪下接旨？陛下，武安侯世子，你想抗旨不成？临旨谢恩。至于云氏聪慧机敏，护驾有功，特封为安平县主，赏金100两，明珠一壶，10以千户。谢陛下，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不用谢朕，毕竟这些封赏啊，是某些人在朕这儿磨了一宿，替你求来的。既然你已经休夫，那便不需要继续留在侯府了。是否需要本王将你的细软家用搬出侯府？王爷，你竟然真的和这贱人有一腿！是本王爱慕云姑娘，你再敢对她污言秽语，就不是一个巴掌这么简单的。朕这个七弟还真挺护犊子的。多谢王爷替我动手。走，红豆，跟我去收拾细软。太好了，终于可以搬出狼窝了。去吧，七弟，这侯府你在这儿替朕盯着些，莫要让侯府之人再欺负朕的救命恩人。微臣不敢。不错，所有下人都在前天刚好给了我一个打劫侯府的好机会。哇，看不出来侯府还挺富的嘛。不过这些都是我的呢。收收收！这样样样说也太慢了吧。西桃，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。大胆好啊，大胆的人先享受世界。宿主，我看好你哦。你说的对，所以我要把整个侯府都给收了，一砖一瓦都不给他们留。我去，宿主你好坏啊！但是童子们好喜欢，牛啊！给我收。娘的眼睛好像出问题了，咱们侯府……哎，咱们侯府能有什么？我靠！我侯府呢？侯府，我那么大一个侯府呢？啊，侯府怎么突然不见了？该不会是闹鬼了吧？哎呀，快点跑吧！哎呀，媚娘好害怕呀！好端端的，侯府怎么会不见了？难道真是青天白日撞鬼了不成？谁知道呢？说不定是侯府坏事做多了，老天爷都看不下去了。怎么可能？云清凤，你笑得这么开心，肯定是你干的好事。你把我侯府变哪去了？世子切勿多言，本小姐一个弱女子，怎么可能把侯府变没呢？世子爷莫要污蔑我家小姐，她又没有法术，还能把整个侯府带走藏起来不成？对哦。好红的，这次还真是我藏的。
圣上特地让我在此看着侯府。果不其然，圣上刚走，你们就要欺负一个弱女子。可就他跟我们侯府有仇，这谁说的准？说不定是路过的仙魔妖鬼，看不惯你们侯府，想给你们侯府一个教训。我觉得苏王说的有道理。还不让开？难不成要本王将你阳奉阴违、欺软怕硬之事禀告圣上？云清凤，别让本世子抓住你的把柄。好啊，我等着你。静儿，咱们莫和他们纠缠了。当务之急是重新买一个府邸，否则侯府这么多人，该如何安置啊？给。是，儿子这就去物色。哎，你别忘了，买好之后再去找一个道长过来驱邪，咱们侯府只怕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了啊！大师，您可一定要帮我们好好看看呀。你放心，贫道法力高深，任何妖魔鬼怪在贫道面前他都无法遁形。侯夫人，请放宽心。好，若当真如此，到时候侯府一定请大师好好吃一顿，请大师吃遍京城的山珍海味。是啊，好。还吃是吧？收你们来啦！收。大师，我的侯府又不见了！这是怎么回事？怎么又没了？这妖精法力太高，你另行高明吧！大师！活该！原先侯府旁边的宅子，我先晦气，已经卖了。过几天，带你去新的宅子，你肯定会喜欢。别害怕，去你娘亲那儿吧。多谢恩人，多谢恩人。是谁惊扰本皇子的座下？恩人，此人是金国出使大庸的皇子，横行霸道，目中无人，我们平头百姓是斗不起的。没事，我不怕他，先走吧。你身份特殊，让我来解决。就是你在我大庸为非作歹。原来拦下我马车的人，竟是个漂亮的女子。如果你愿意陪本皇子共游京都，本皇子可以放你一马。三皇子，你说过心中只有我一人的吗？我的好姐姐又见面了，这次我要让你再无翻身之地。身受重伤又被狼群追杀，他竟然没死。她是原书女主，自然有些气运在身。她身边的就是原书男二金国三皇子贺连征，果真是祸害1000年。那当然，谁也无法取代你在本皇子心中的地位。既然如此，这个女人敢对三皇子不敬，岂敢如此放过她？既然你不喜欢她，那就亲自处罚她，如何？好啊。就凭你这点三脚猫功夫，也敢对我动手？三皇子，他欺负我！你知不知道本皇子是什么身份？知道啊，10年前战败小国的皇子啊，有什么可嚣张的？无知刁妇！我此次前来，是你们大庸要求我金国办事。今日，就算把你杀了，
你们大雍皇帝都不会说一个不字。是吗？那也要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才行。你就不怕得罪了我？大雍皇帝降罪于你。若是三皇子不怕你连女人都打不过的消息传遍大雍，那你尽管去说。好啊，本皇子记住你了，我们之后见。三皇子，我们就这么放过他吗？谁说本皇子要放过他？明日，本皇子要入金銮殿面圣，大雍需要我大金的帮助，必然会对我言听计从。到时候，本皇子将他要过来，任你好好折磨。三皇子真是威猛，那妾身就等你明日报仇雪恨。这三皇子嚣张跋扈，恐怕不会轻易善罢甘休。不过你放心，无论何时，本王会护住你。不要，兵来将挡，谁来图眼呢？今日金国使臣三皇子来访，据说此人蛮横无理，只怕是来者不善呢。那有什么办法？谁让咱们有求于人？金国使臣到。小王贺连征，携爱妾参见陛下。三皇子远道而来，赐座。听说大雍钟灵毓秀，美人也格外多。陛下是否能让小王见识见识？金国的皇子太不懂规矩了。你懂什么？他就是故意的，想给我们大雍一个下马威。哼！来人，换武机。传武机。大雍国力强盛，为何要迁就于一个区区金国派来的三皇子啊？大雍国力强盛不假，但边防今年天灾，江南河水泛滥，大多粮食被淹，百姓们食不果腹，流离失所。隔壁大周又虎视眈眈，陛下只有和金国商议，借粮食渡过难关呢。难道偌大的大雍就没有一点囤粮？有，不过支撑不到年尾。如今田地被淹，后续粮食指定青黄不接。陛下也是迫于无奈啊。不过是庸脂俗粉。陛下要是有诚意，应当将公主叫下来作陪。放肆！庶子而敢，太过分！公主乃金枝玉叶，岂是你可以侮辱的？三皇子未免欺人太甚。哦，陛下要是这点诚意都拿不出来，那本王也不必与大雍和谈了。若三皇子前来是为挑衅，那我大雍未尝不能一战。肃王威武！肃王不愧是当年把金国打得屁滚尿流的战神，瞧那三皇子那德行。大场面时，这小子还算靠谱吧？你是在威胁本皇子？本王只是陈述事实罢了。三皇子，还请拿出诚意，否则我大雍也不是什么软柿子。今日我就给战神一个面子，大雍不愿让公主作陪，那本皇子的其他要求总要满足吧？只要三皇子你的要求不过分，我大雍一定满足三皇子。好。本皇子要这个女人和我大金和亲。三皇子初来大雍有所不知，安平县主之前以为人妇不适合和亲。本皇子不在乎。
既然如此，不然就让安平县主去金国和亲。她一个已婚之人，嫁给三皇子不算辱没。可我听说三皇子暴虐成性，以前他国和亲的公主都被他折磨致死啊！本王不同意。贵国陛下都没有拒绝，肃王这是着什么急呀？云清凤，别以为有肃王护着，你就高枕无忧了。哼！三皇子，你有所不知，这个剑，云清凤不贞不洁，无配做皇子妃，不如三皇子将她要过去当一个洗脚婢如何？好，好，好，你的提议，本皇子非常满意。陛下觉得如何？来人，世子司徒进大殿之中言行无状，当众侮辱安平县主，拖出去，打30杖，褫夺世子之位。陛下，臣不过是为了大庸考虑，你为何如此罚我呀？安平县主乃朕的救命恩人，你侮辱他，莫不是在侮辱朕？微臣没有，拖下去。微臣没有，陛下，陛下。没想到陛下这么护着安平县主，幸好我还没来得及提议让安平县主和亲，否则遭殃的就是我了。或者陛下也是为了杀鸡儆猴，让金国人知道我大庸不是那么好欺负。哼，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你们大庸连这点诚意都没有，我也不必在这儿待下去。我们走。且慢。安平县主，这是要与我回大金？别答应他，本王可以护你周全。肃王恐怕不知大庸百姓现在是否还能征战沙场。对付你等弹丸小国，本王仅需1月即可。既然肃王如此自信，想必也不需要大金的粮草援助。三皇子这样回国，就不怕你父皇怪罪？我可不相信金国派你过来就是为了和大庸决裂。这女人好敏锐的直觉。哦，想必安平县主想出了两全之法，还是打算牺牲自己拯救大庸百姓啊？也不是不可以，不过我云清风要嫁的人一定要比我强才行。三皇子，可否与我比试一下？论武力，本王还真不一定能打得过这女人。三皇子不说话，难道是自知不如我？我怎会不如你这个女人？好，那便设下3关，分别比试武力、智力以及胆量。三皇子，你可敢一试？我怎会怕你一个女子？尽管放马过来。你去帮我准备这些东西过来。这第1关非常简单，我和三皇子同时用内力握住这块幽冥寒铁，谁能使幽冥寒铁变形，就算谁赢。这幽冥寒铁据说是世界上最坚硬的东西，非内力深厚者不可撼动啊！金国善武，这安平县主与三皇子比试这个，是不是有点拖大了？三公子，这是我金国皇室秘药，吃下个短暂增加20年功力，有了它，您必赢。云清凤，你就等着被我征服吧！如何？三皇子为我！赫连征内力如此深厚，安平县主一介女流之辈如何比得过呀？到你了，就怕这块幽冥寒铁破坏了你细嫩的小手。系统，帮我一把。好嘞，司主，早就看这丫不顺眼了，已为您输入100年内力，这都过去好几期了。不行，早点向我们三公子求饶啊！如何呢？这怎么可能？一定是这寒铁被你调包了。是吗？那我就用三皇子的这块再试一次。
天哪，真人不可貌相啊！安平县主看着柔弱，竟然有这么强大的内力啊！幸好当初本王走的是又争又抢的路线，要是走的强取豪夺路线，这把坟头草都有3丈高了。看来七弟以后要缩着头过日子了。服了吗？下一关我一定赢。这第2关考验智力。我和三皇子谁能将这个鸡蛋在1炷香的时间内立在这个台子上，就算谁赢。难道这关是平局？安平县主看着胸有成竹，再观望观望。三皇子莫急，云清凤那个女人也还没解出来呢。我赢了。这不作数，你作弊！如果只是把鸡蛋给砸碎就可以，那所有人都做得到。那你们刚刚怎么没有想到这个办法？我往后怕而已。是我没想到这层。下一关不是比胆量吗？本皇子不信，我的胆量还比不过你一个女子。啊，这太吓人了！这油锅太吓人了。这最后一关，看谁有胆子把手伸进这个油锅里。啊，怎么样，三皇子？你敢吗？三皇子万万不可呀！你千万不能为了一个女人损伤玉体。本皇子承认技不如人，但想要我心服口服，你先把手伸进油锅里。殿下，你可真聪明。不行，安平县主3关1胜2关，这最后一关，即便不比，也改变不了什么。就是啊，正常人的手放进去可能就废了。这金国的三皇子其心可诛啊！安平县主，你是不敢吗？谁说我不敢？安平，不要意气用事。若真要比试，这一关，我替你比。不可呀！这肉体凡胎如何能下油锅呀？这要是放下去，手会烫熟了。是啊，安平县主，万万不可中了贼人的激将法呀！不用担心，我自有办法。各位看好了。哎呀，不要！不可！啊，哎呀！啊，这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啊？这神迹啊！这是！哎呀，真神了呀！这是！哎呀，真是完好无损呐，真厉害呀！这……哦，我知道了，云清凤，你还以为你这种小把戏能够瞒过所有人吗？你知道他耍的什么把戏？没错，殿下，民女昔日流落民间之前，曾经见过这种江湖戏法，无非就是这锅油底下都是醋，表面上这层才是油，看似沸腾，实则根本就不烫手。你是说云清凤在耍本皇子？没错，殿下，他是出题人，自然就可以在道具上做手脚啊。好啊，我就说这3关怎么一关比一关难，原来不是本王的问题，本王就替你们大雍揭穿你个女骗子。哼，真愚蠢！我的手啊！三公子，你的手！快请太医来，给三皇子诊治。太医，快上太医啊！太医，快上太医！太医到！太医来了！快！啊！人岂能把手往油锅里放呢？三皇子这手
只怕是彻底废了。这怎么回事？一个有事，一个没事。怎么会这样？明明云清风一点事都没有啊！蠢货！我是利用莱顿弗罗斯特效应，让手上的水分气化形成保护层。我敢并行显招，是因为前世我是金牌特工，你们也敢存侥幸心理，是嫌命太长了。你个贱人，害得本王废了手，再也无法继承皇位了。怎么会这样？如今3关已过，是三皇子你自己技不如人，那何谈之事？何谈？你们大庸害得本皇子废了手，还想与我大金何谈？做梦！这可如何是好啊？你说，本皇子今日就是拼着被父皇责罚，也不会将粮草交予你们。你们大庸就等着饿殍遍地，民不聊生吧！这可怎么办？若是没有经过的粮草，大周只怕会虎视眈眈呐！完了！我大庸天灾人祸，内忧外患，这可怎么办呢？都怪安平县主，说是他愿意主动和亲，我们岂会和大金交恶？陛下，微臣请旨，让安平县主给三皇子赎罪，消除三皇子怒火。好，只要你们大庸将这个贱人交给我，本皇子既往不咎。不可呀！三皇子如今遭逢大变，若是安平县主落在他手里，怕他会十死无生啊！可凭安平县主一人性命，就可以拯救大庸数十万的百姓。个人安危，岂可与王朝存亡相提并论？微臣死谏，求安平县主赴死。大人！大人！有我在，没人能带走他。陛下，臣愿意出使邻国，大金不愿意和谈，总有愿意和谈的国家，臣必不辱命。父王，此等国家大事关键时刻，岂可儿女情长？陛下，微臣死谏，请安平县主赴死。求陛下决断呀！求陛下三思啊！陛下，求陛下三思。云清风，赢了又如何？还不是要和我共赴黄泉了？谁说离开了大金，我就不能解决大庸危机了？就料到这个渣渣会言而无信，哼，我早有准备。就凭你还是不要大放厥词。若我说我能提供泄洪图纸、亩产1000斤，以及半年可熟的粮食作物呢？安平县主，你说的可是真的？这些东西在此，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？西头，我记得任务4和任务5的奖励还没有发放，我可以自选吗？原则上来说，自选的奖励会大大低于主系统申请的奖励。没事儿，我要兑换2个物品，一个是历朝历代最全的水利泄洪图纸，一个是1000斤可培育的红薯和土豆，能否兑换？宿主，你确定要兑换这2样物品？另外2个奖励等最终任务完成后可以一起带回现代，但选择兑换它们，等同于放弃了这2次奖励。确定。这什么东西啊？那什么？这好，我大拥有安平，何愁不兴旺啊？赏，重中有赏。来人，传朕旨意，安平县主献宝有功，擢升为安平郡主，赏金1000两，封地1000亩。哇，太好了！恭喜安平郡主！恭喜郡主，安平郡主年少有为呀！年少有为，实在是我大庸百姓之福，是我大庸之福呀！大庸之福啊！哎呀，闺女呀！哎呀，乖女儿，你可算出来了。爹娘吩咐厨房做了你最爱吃的杏花酥。丞相认错了，
她才是你的女儿。哎，青鸾，我要是云丞相啊，只怕肠子都要悔青了，错把珍珠当榆木啊！听说呀，陛下有意让他赐官归隐，还好意思舔着脸来，还把你安平郡主，这什么玩意儿啊？这是！哎呀，哎呀，等等，青凤，我已和陛下请明心意，你可愿意嫁给我？我发誓，我一定会对你好的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一切都该是我的才对。目前场景为关键剧情5：世子司徒静与郡主云青鸾、云青凤宫宴获封。警告！警告！检测到男女主已严重偏离既定命运，失去主角光环。剧情扭曲为原男主司徒静和原女主云青鸾受尽折磨，亲眼目睹配云青凤宫宴获封，从此亲度日。恭喜宿主成功走完关键剧情，完美完成任务，现获得最终奖励，可在现代重生。请问宿主是否选择重回现代？